2024年第3个季度已经过去了，说实话呢，真的是松了一口气。对于加密货币来说，这个季度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消息，整个市场挺艰难的。不过好消息是不少人，包括我在内，还有很多加密货币领域的分析师都看到了2024年第4季度，甚至到2025年的前景一片光明。其实市场流动性方面已经有很多积极的迹象了，而且呢，在10月份的最后几天里，加密货币有了好转，比特币再一次挑战73000美金。幸好的是 October 依然存在，没有被打败。当然，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，在2024年第4季度以及2025年，我们应该买什么币呢？或者是说继续持有哪一些代币？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3个非常有潜力的币种，它们代表了加密货币和区块链领域里3个非常重要的趋势，其中还有一个趋势是我们非常少讨论的。那今天这期视频呢是由 Bybit 所赞助的，只要你点击链接注册，完成任务之后7天内充值至少$100，就能获得免费的20 USDT 的奖励了。那先到先得，赶紧来注册吧。首先我们要来介绍的就是 Alright Chain， 它是我们在人工智能 AI 领域首选的项目。可以说我们对 AI 一直都非常看好，而且会继续保持这种乐观的态度。Alright Chain 专注于 AI 中非常关键的一部分，真实性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数据的有效验证。大家也知道，现在通过 AI 生成的伪造内容越来越容易了，比如合成的声音、图片，甚至是视频。所以 Alright Chain 的重点就是要验证数据的真实性。Alright Chain 是一个基于 Cosmos 的第一层区块链，同时拥有了自己的 AI 数据预言机。这些预言机帮助证明数据的真伪。它的主要兼容 Cosmosm 和 EVM， 这2个网络在行业里可以说是最主要的 EVM 网络。目前加密货币领域的 AI 趋势大多集中在计算力的代理或者是 P2P 网络上，这些也是很好的发展方向，我们也非常看好他们。但是 Alright Chain 走的是另外一条重要的路，打击虚假信息、伪造内容以及虚假宣传。在当今环境下，政府的权力不断在加强， AI 被用来操控媒体的可能性越来越大。比如说用 AI 来让政敌看起来在说，或者是做一些他们并未实际在做的事情。这个前景虽然有点吓人啊，但是 Alright Chain 已经在这场战斗中占据了领先的地位，而这场战斗其实是刚刚才开始。那 Alright Chain 的代币，也就是 Alright 的表现最近几个月中规中矩，算是横盘整理吧。目前它的市值刚刚进入中等规模，超过了1亿美金，因此技术上来说已经不是小市值的项目了。尽管过去的1个月里 Alright 的价格下跌了 20%， 到目前的 5.8 亿美元，市场逐渐开始关注了 Alright Chain。 与其他的 AI 项目相比，它的表现还是算硬的。我们预计这个项目在2024年的第4季度会开始引起很多人的关注。尽管近期的表现平平，但考虑到他们正在做这些重要的工作，我们认为 Alright Chain 在第4季度或者是明年将会给大家带来不小的惊喜。接下来是我们看好的一个叙事，就是现实资产 RWA 领域的项目 Polymesh。Polymesh 是一个带权限的区块链，这意味着它不是对所有人开放的。通常的情况下，相信大多数的投资者都不会太支持这些选择性开放的项目。但在涉及全球广泛内受监管的金融资产时，这其实不得不面对现实。Polymesh 专门为机构级的受监管资产而设计的，它是 Layer 1， 拥有自己的钱包。正因为这个链是带权限的，用户是必须通过 KYC 认证才能够使用它。这也意味着一旦你通过认证，就可以投资于那一些通常无法接触到的资产。比如说你想要买美国的股票或者是共同基金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目前不少机构已经准备在链上对它的资产进行代币化了。Polymesh 生态系统内已经有美国的大型商业地产市场、韩国机构的数字资产托管平台，一个白标代币化平台，意思就是说允许你代币化自己的资产，
还有多个数字身份平台，以及一个结合数字资产和传统交割的清算代理。总的来说 Polymesh 的带权限特征正是机构所需要的，并且想要的。所以很多机构已经开始对资产进行了代币化。目前 Polymesh 上拥有7200个账号，大多数都是管理着数十亿资产的大型机构。Polymesh 的原生代币 Polyx 是用于治理和质押，采用了被提名的权胜证明，也就是 NPOS 模型。这种模型在 Polkadot 和 Cardano 上使用，不过它的代币经济模型有一个明显的缺陷，就是潜在的无限供应，这让我们有点担忧。所以呢，相信你也知道，这在任何项目的代币经济设计中都不是一个加分题。所以呢，这一点在 Polymesh 上有一点劣势。但不得不说，我们之所以会讨论 Polymesh， 正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有足够的潜力，即使是存在这一个问题。从最近的3个月的表现来看， Polyx 基本上算是横盘整理，近2个月半以来则是稳步的上涨，从8月份的低点 0.16 美元反弹到了 0.27 美元，上涨了大约 80%。 那目前的价格呢是在 0.26 美元左右。随着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印钞机再一次开启，我们强烈认为 RWA 领域在未来的几个月将会爆发。当然，长期来看，我们对 Polyx 的无限供应问题依然还是有点担忧了。但是无论如何 ，Polymesh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项目。最后要介绍的呢，就是我们看好的另外一个项目 UXLink。它对去中心化社交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式。到目前为止，像 Friendtech 和 Forecaster 这样的项目，主要是专注于构建类似于去中心化的 X， 也就是原来的 Twitter 的社交应用。这些都是非常棒的项目，我们也是非常看好他们，因为市场上确实需要这一种应用。但是 UXLink 更像是一种社交基础设施，让你可以构建自己的社交网络应用。无论你的项目规模大小，实际上你甚至不需要一个独立的应用，只是需要几次点击就可以创建自己的群组。根据 UXLink 的路线图，预计在年底之前会与 WhatsApp 这样的应用进行集成。如果你还没有听说过 UXLink， 很快就会听到他们了。看一下过去12个月的表现， UXLink 的代币在7月份的代币生成事件 TGE 中首次上市，开盘价格是为 0.33 美元。之后 UXLink 的价格在8月的低点跌到 0.14 美元，之后呢，价格一路攀升，目前的价格是为 0.5 美元，之前最高达到了 0.67 美元，表现相当不错。现在的市值是为8500万美元。对整个去中心化社交领域来说， UXLink 还是非常早期的阶段。目前总供应量10亿枚代币中的 1.7 亿枚代币正在流动中，比例并不是很理想。但是总体来说呢，我们更看好社交基础设施这个理念，而不仅仅是单一社交应用的成功。